男人头顶尖尖，却拥有雄狮一般的语言系统。常熟可能举办 DMS， 不过常熟举办 DMS 有点不可能。他一开口，网友力竭。三体人沉默，他就是人类最后一位面壁者，迷人又反派的硬汉常熟阿诺。依旧脑袋尖尖，尖尖的。那我问你，你是男的女的？那你头顶是不是尖的？依旧掉力，眼神太屌力了。眼神屌力不代表人品就不行。依旧冰镇可乐最痛快，和有糖的相比之下，冰镇可乐喝的更痛快。依旧左右脑互搏。是男人的话就不要带腰带，不过我建议你们啊要带好腰带。当你迷茫的时候，可以看看阿诺，看完就会更加迷茫了。但你真的看懂常熟阿诺了吗？经常看阿诺的都知道，他拥有一套极其精密且复杂的计算系统，进化到了3核 CPU。每次遇到问题，左脑提出假设，右脑攻击左脑，左脑进行反驳，最后只有头顶的尖尖负责思考，然后行为还跟思考结果不一样。这样独特的语言方式对于地球人来说还是太超前了，所以网友就为他单独设立了一个语种——诺言诺语。对于网友们的嘲笑，阿诺并不在意，他依旧特立独行，直到网友们扒出了他的经历，才明白阿诺为什么会这个样子。阿诺1994年出生于江苏常熟，跟那些名字当网名的巨星开局不同，阿诺本名叫盛一桃，跟诺字没半毛钱的关系。那为啥叫这个名字呢？这可就大有来头了。据史料记载，阿诺小时候瘦瘦小小的，为了让自己强壮一些，不被欺负，就开始接触健美训练了。据说阿诺第一次走进健身房时，健身教练还以为是大洋彼岸的阿诺德施瓦辛格光临了，所以就给他取了一个阿诺的外号。阿诺原本还是很正常的，脑袋圆圆的，跟人沟通也正常，表现的一点也不抽象。一开始阿诺还只是浅浅的锻炼一下，可看到自己身材越来越好，他开始渴望变得更强。然而人类这种生物的能力是有限的，阿诺从短暂的人生中学到的就是，越是玩弄肌肉，肌肉就越可能因没有料到的事态而消失。血肉苦弱，科技飞升。阿诺的回答是：群伯龙、曲托龙、西斯龙、康复龙，什么龙都来者不拒，最终变成头顶尖尖的龙。这时期阿诺就是奔着饱腹感来的，因此也成为了传奇耐药王。在国外健美圈频繁传来噩耗的年代，阿诺却安然无恙，唯一的代价就是小小坚定。常熟健美圈传出噩耗有点不太可能，就这一身肌肉，出门在外可千万不要得罪阿诺，不然他就会你给我跪地上道歉，听见没有？在肌肉越来越大的时候，阿诺的语言系统也越来越掉力，没人能猜透他在想什么，下一步又要做什么。不过这种情况会在冬天得到缓解，因为天气凉了， CPU 散热效果好，不至于一烧烤就要冒烟了。原本人们以为这是九龙科技带来的副作用，让阿诺变得诺言诺语的，但这真的是实情吗？依旧史料记载，据传阿诺本该作为一个普通的健身博主度过一生，直到遇到那件改变他人生的一件事。那本是平常的不能再平常的一天，打了九龙科技的阿诺用一阵咳嗽抵消了副作用，随后就准备去健身，可他却意外成为被选中的孩子。原来邪恶的三体人一直在找机会进攻地球，而阿诺就是选出来的第4位面壁者。为了保护地球，阿诺只能不断提升自己，最终进化出了3核 CPU， 分给了左脑、右脑以及头顶的尖尖，他们各司其职，就连右脑都无法解读出左脑的真实想法。我去拿冰水吧，太渴了。就这操作，就算是三体人站在阿诺面前，绞尽脑汁也想不出来阿诺下一步要干啥。阿诺，你们来了，我可能不摁，但是来了我不摁，不太可能。正是因为有阿诺这个面壁者在，三体人才一直不敢行动。虽然只是坊间传闻，但你有没有想过，传闻可不会凭空出现，肯定是有一些风声传出来导致的。更何况阿诺从来没有否认过自己是面壁者，简直就是细思鼻恐嘛。当然，相比起遥远的三体，粉丝们更关心九龙科技对阿诺身体真的没影响吗？毕竟他发出来的量，就算是大象来了，他也受不了啊。这就出现了一个悖论，如果阿诺用的是真的，那他就真的是地球第一传奇耐药王了，只能用天赋异禀的天才来形容。你可别忘了，阿诺可是能不带任何护具卧推220公斤的。如果用的是假的，那他就是自然健身的天才；要是半真半假，那50%的药发挥出100%的效果，那他还是天才。这样看的话，阿诺可能是个天才，但阿诺是天才又不太可能。他到底是不是天才？怎么感觉头顶越来越尖了？那我问你，